趕快來看到這個震撼的消息，是關稅戰正式的反噬川普了。這個是1660億美元總額的退稅炸彈，恐怕即將要引爆了。接下來犧牲的不只是白宮企業而已，還有消費者面臨3輸的窘境。美國國庫恐怕被掏空。在川普退稅的這個事情爆發之後，歡迎各位網友們可以在留言區寫下，如果您認為說美國的財政恐怕陷入危機的話，可以幫我們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說還是非常健全的話，可以在留言寫2。那我們一起來做更多的互動跟討論。這一場關稅大戰，其實川普非常的自豪，他認為說可以呢讓美國的國庫保，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呢恐怕爆發的是財政上面的這個超級炸彈。美國的最新統計出來了，在5月份光是前20天，美國要退的這個關稅總額高達了170億美元，而且現在最新統計說5月份的退款總額可能會超過4月份，而且是越來越多的。4月份的退款總額大約是這個超過4月份的221億的美元的一個關稅收入哦，這個是正式的數字已經出來了。接下來還要需要退還的金額，連川普自己都尴尬的承認，總共是達到了1490億美元。如果把利息算上去，接下來要退的金額更是高達了1660億美元。但是眼前政府要面對的狀況本來就已經很難解決了，財政上面有什麼樣子的一些困難呢？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目前今年的財政赤字已經累積了9540億美元了，全年預估還會達到1.83兆美元吶。那麼美債現在更是首度突破了39兆美元大關，非戰爭時期的債務對於 GDP 的比率更是高達了超過100%。退稅恐怕讓赤字問題變得更加的嚴峻了。那麼5月份的這個關稅退款可能超過關稅的收入，代表川普的關稅政策已經出現了反噬了嗎？川普現在也透過各種的方式要重新課稅，現在擔心他這樣子做會不會讓美國的財政變得更加困難，有更多的地雷被種下去？謝大使怎麼看？現在他陷入一個難局了。对，因為他要新的課稅，現在已經在美國的這個法院裡面已經否認了，因為他也要領用另外一條法律來課稅，作為他加稅的基礎啊。那現在也被否定了，所以他找不到法源啊，他怎麼可以宣布新的這個加稅的這個措施？所以他現在要徵稅的可能性是目前是不具備。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大家開始去這個退稅。退稅其實很簡單，就是你稅單上，你交稅，他一定給你個收據稅單嘛。你進口這邊，你有稅單，你就去找政府退稅嘛，找你的會計師拿着稅單退稅。這個應該是很簡單的一個程序啊。所以政府也逃不掉，對。所以在行政處理上，我認為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所以這個稅它是非退不可，而且繳了稅的人絕對不會說我忘記了，因為這些都是大宗進口商啊，對，這些都是大客戶，他一退他就要上百萬這些千萬的錢出了，他怎麼可能不要這些錢呢？對，所以這些在繳稅的，因為也有中小企業啊，都是少數，可是任何人他只要錢可以要回來，他一定要，而且這種單據都是非常清楚的。哎，你要進出口的話，這種現在如果說電子單據的話，一找就找出來了，那你就繳了多少稅，清清楚楚把這印出來就叫你政府還。所以我覺得這個退稅的過程中我覺得效率會很高，不會有人忘記。所以呢，你繳的稅，你都要一個一個退出來。那現在問題就變成就是說，他本來還靠這個關稅的收入還可以彌補一下他現在政府的整個的赤字。那你現在政府關稅收入也沒有了，還要再把過去收入的，你從去年開始就有收的，都要一併的退，那你不是加重今年你整個赤字的那個負擔嗎？所以這個對，起碼在賬面上會很難看了。對，所以再加上川普新一年的預算裡面，光這個他的這個國防經費要1兆5千億。對。他去年也不過才9000億，接近上兆。他現在一加給你加這5000億，哪裡來的錢呢？那你不就舉債嗎？對，收入沒有增加，而且川普更厲害的是，他還減稅。對，
他認為他這個東西就變成就是說，我覺得就是說人不務實啊，真的很恐怖啊。他說，我現在減了這些富人的稅，對不對？他們就會多來投資，多來投資就創造商業，創造製造業，製造業跟商業起來以後，那繳的稅就出來了。對，他是打這個算盤。那你覺得真的今天這些富人他省了稅，結了稅，他立刻就會把他錢拿出來投資嗎？他立刻就會把他錢拿去建一個新工廠嗎？可能沒有這樣子直接吧。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政客在騙人的話，他把他自己也騙了，最後他就現在面臨這個危機。今年的赤字到年底，你剛剛講1.83兆美元啦，那不得了。過去是1年加1兆，現在要1年加2兆。那美國這個經濟不但吃不消，然後美國的通膨怎麼辦？對，而且它這個東西已經造成一個很不好的惡例。其實就怎麼樣？你政府把錢收過台，結果造成通膨。你政府這個錢不應該收的，你收了以後你造成通膨，那你現在又要還這個光這個過程浪費的浪費的這些資源就會增加通膨了。所以。都是自己搞出來的毛病，所以本來天下本无事，就是庸人自擾之，這是最典型的例子。好。現在關稅戰已經可以看出已經正式的反噬了，那麼現在退稅也造成美國的赤字問題變得更加的嚴重。那当然了，退稅企業當然很開心拿到了這個退還的稅，但是美國消費者說只還給企業。那當初呢，在實施關稅戰的時候多出來的成本是美國消費者我們要自己去承擔。現在這個錢給了企業，但是我們消費者沒有拿到任何1毛錢啊。於是呢，最新美國政府憤而向這些企業提起集體的訴訟，包括有FedEx、Costco、UPS、Amazon， 一共是17家的企業。現在是說這一場退稅風暴是不是讓白宮、讓企業、消費者都是三輸？幹哥怎麼看？所以當時進口商很苦嘛，对不對？可是商人沒有祖國的，怎麼可能我來吸收？當然是轉給你們消費者啊。所以剛才大使說的，天下本無事啊，庸人自擾之啊，這你自己找事。川普自己找事情來幹啊，對不對？因為他當時要美國再次偉大，為了 MAGA， 他什麼事他都幹得出來，所以加重徵收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國家，台灣25%到40%，通通都敢收啊，對大陸更嚴峻，對。現在結果完蛋了 ，IEEPA 一出來，大家知道那什麼叫做國際經濟緊急權利法案，直基於1977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說，讓政府美國總統可以在緊急的情況下實行像課徵關稅這樣子的法案。可是問題是，這個法案川普一引用，今年2月被最高法院給駁回來，就說不可以，你這樣做是違法的。你不要以為你現在的時空背景跟1977年一樣，完蛋，因為最高法院的裁定，它就是命令，馬上要執行，馬上一執行，到了3月，他說。這些被徵收，就這17家企業都通通上那個 app 去登記了，你知道？因為美國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允許大家來登記。大家來登記的話，就總共有17家要退稅 ，Nike 啦、Costco 啦、Amazon 啦，對不對？大家都好 UPS 啦，通通都上來登記了。那現在一統計，完蛋了，光是上個月就提走170億美金了。他說這樣子總共要提到年底的話，要1400多億美金，再加上利息是1660億美金，還有沒有更多的錢不知道。你現在所能看到17家集體訴訟，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消費者也對這17家企業提起訴訟，一定的，因為消費者他說我們都多付了嘛，對，那我們多付了，可是你們是來自於政府的壓力而轉嫁到我們消費者身上，消費者也有保護的集團跟協會，也同時做出了對於聯邦政府的訴訟，所以現在我跟你講，就是說它是一環扣一環的，結果你知道亞馬遜跟那個沃爾瑪最大的零售業者沃爾瑪就說，馬上就講，我跟你講哦，我們一收到，我們90天之內可以收到退款，收到來自政府的加徵關稅的退款，我們馬上會用在降低商品的價錢上面，用以回饋消費者。也就是說，思敏啊，你到我們這個超市來買2磅的牛肉，本來是
2500塊這個台幣，對不對？那現在你再來買2磅牛肉，就變成只有2000塊了。問題要直擊於你再來消費啊。对。你不去消費怎麼辦呢？像剛剛大使講的，如果他再不來的話，那我就是被你白賺的。我消費者就是損失了。損失怎麼辦呢？那就打死沒有退的，怎麼樣？就是我賺的嘛。被了政府跟零售業者跟商家賺去了，這可以這樣嗎？所以今天最大的輸家，倒霉的還是美國的人民。這種事情在美國的這個就是說實際的市場生態上面已經屢見不鮮。对，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消費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尤其呢，他現在眼前還要面對的，其實還有2大最困難的問題。第一個就是通膨的升溫，而且是持續的在繼續上升。第二件事情是美債的壓力，這會影響到非常多的事情哦，包括接下來的借貸啊，還有這個融資啊、股市等等。我們先來看一下細節，通膨率的部分，密西根大學做了5月份調查顯示，1年期的通膨預期升到4.8%，長期通膨率也不斷的上升。再來，我們看到債券的部分哦，美国30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度是突破了5%，被視為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馬奇諾防線。一旦突破5%，那麼就會造成的是連鎖的危機。等一下會來看。那麼現在呢，來自專家的示警說，30年期的這個美債殖利率已經在華許接任了 Fed 的這個執行長之後呢，它的加上通膨的這個問題之下，占上了5%左右。那超過5%會有的連鎖反應，包括美債的價格會下跌，政府利息支出會增加，房貸利率提升，還有企業融資成本增加，股市當然也會下修，還有資金恐怕會撤離等等的風險。聶老師怎麼看？好，我這裡做幾個分析。剛才這個思明講到一個專家分析，這個專家就是 BOA 啊，美國銀行，他後來在這個金融海嘯之後，他併了這個 Merrill Lynch，現在叫做美銀啊哈。Merrill Lynch 這個證券公司被 BOA 併 ，BOA 是加州成立的一個大的銀行，那很有指標作用。那麼這個他有他們的當然你知道投資策略師都很重要，而且首席的投資這個策略長啊，這個人就在前一陣子呢講到一句話，他就說。現在啊，美債啊，斤斤漲，斤斤高。那麼它在高到我講美債的殖利率啊，斤斤漲，斤斤高。那高到一定的時候啊，大概啊，所有的 capital 就是資本就會 flight 就會走了，就不敢再投了。為什麼？它就會被這個曲線，防線就被突破。它就用了一個全球金融市場會突破馬奇諾防線這樣的概念。那當然，什麼是馬奇諾防線？當然，這要回歸這是戰爭時候，第一戰、二戰之中有一個當然有名的這個法國陸軍。部長啊，就是叫馬奇諾嘛，在安德烈馬奇諾所提出的，他說那時候的武器沒那麼強，我們就蓋堡壘，蓋了以後呢，我們就可以防禦來的這個子彈啊等等的。好，我們這小時候在眷村長也看到很多的堡壘，那就是用鋼筋混凝土蓋出來的，那個叫馬奇諾防線，其實沒有什麼，只是這個馬奇諾這個人有名。好，那不管怎麼說，當武器很強的時候，你就防不住了。他說，當你這個市場已經衝擊太嚴重，當債券到了一定高度的時候，我跟你講，你防不住這些投資人，他就真的要跑，你保不住了。是這個概念。但到底會不會呢？可是有人在想，不對呀，美國現在看起來經濟不差呀，美國的經濟不差，就像台灣現在 GDP 很高大家去想想看，AI 你看股市也都很好，你覺得它有很嚴重嗎？可是我跟你講，債券殖利率真的反映出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他用了一個虛胖來形容。你看到哈，這個經濟很好。可是這個經濟是沒有被 deflate 掉的，也就是我們叫做一定要物價平整。你看現在物價在斤斤漲嘛，你知道我們利率有名目利率有實質利率，就是一定要考慮通膨。這個 GDP 現在漲就是虛胖，還有 AI， 它的確帶動了非常大的向前行的一個動力。這個重點來了，美國就在企業家國家不斷重投資，重投資需要什麼？就需要錢，要 money demand。一需要錢之後，哇，從哪來？發公債，發多了以後，你知道供需之下。你就必須怎麼辦？必須降價求售。那價格一低了以後，那殖利率就高啊。還是一句話，殖利率和債券價格成反比。那殖利率斤斤漲，那成本就增高，對不對？美國成本就增高。好，那這個時候出現問題，那買債的人又發覺債券價格一直往下跌。那這就出現了他們現在所出現的這個所謂的馬奇諾防線的概念，也就是啊，如果再這樣子，這不斷的呢，這樣看起來是這種虛胖，造成美國公債不斷的發的時候，就會造成它的債券殖利率會一直往上。那我覺得還要再講一個，就是其實這個債它最後 backup 的一個東西是什麼？哈，它 backup 一個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國家的信譽，叫 credibility 啊。對，美國的債從我們講從金融海嘯當時實造。
到前幾年20兆，現在已經30兆，而去年談的是35、6兆，現在已經談的是38、9兆。各位，今年年底可能40兆。那麼之前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馬奇諾防線，大家講的美國公債只要超過45兆，我可以講，這個國家大概發債出去沒人買了。它的信評要降低，美國3大信評公司，不管是標普啊、這個穆迪啊，或者Fitch這個惠譽，我跟你講，都可能要繼續降評美國。那這時候當然還有其他的大敵啊，我跟你講，我們的中國大陸的對岸，到時候我跟你講，它去美元化動作越來越快，我跟你講，大家就更對美元就不抱信任。現在美國剛才這個一開始這個思敏問了一個問題，你現在到底是選這個他這是不是財政入了危機？第二個呢是說不會，對不對？我答案是入危機，但是不用擔心，重點是他一直在危機當中，美國財政一直在花錢，不是嗎？可是他有一個東西，我會說重點不在，這不是重點是什麼？即便他有危機，他一直有危機，但他有一個美元霸權啊，US dollar和 Germany 啊，他霸權控制世界，他可以一直印鈔啊。重點家就是發現他印鈔太多了，所以他印到45兆。我跟你講，馬奇諾防線這個才是重要，馬奇諾防線這樣就出問題。現在所談的5%的馬奇諾防線是說會讓資本外逃了，會不敢投這樣的概念。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